你说在爱情开始的时候，到底是应该表达真实的我，还是应该表达完美却不那么真实的我？谁一开始会把自己最坏、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对方看？可这就是欺骗。我决定把云芝老师的星座云秀帮交由你来组。那个臭乌贼送了您卡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追你的人可不止他一个，你可千万别被昏头。行了，云芝老师点名要见你。你跟这个磊阳得多沟通啊，啊？小姑娘的意见一针见血，比你深刻。爸，我去跟他沟通。我们不提磊阳了，就是哎呦，提起来真头疼。就是我一直很好奇，云芝老师，您这本新书里的内容和故事是您亲自经历的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如果每本书的内容我都要亲自去经历一次的话，恐怕我也没有时间去写作了。的确，这个故事呢，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是那个小镇，它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因为毕竟我在那儿生活了10几年了。我就说嘛，原来您在那儿生活那么多年了。哦，但是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在书的后半段提到一个叫幸福塔的地方，因为其他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就唯独这个幸福塔，我是怎么都没查到。好了，喝咖啡，别光顾着说话。一个喝碳酸饮料的孩子，品不出咖啡的好坏。你才是喝碳酸饮料长大的，在我们家聊天都喝酒。哦，喝酒。好啊，喝酒。服务员，来一杯跟我一样的 whisky。加冰块吗？您加吗？哦，不。那我也不加。哎，云芝老师，别，他那就是随口一说。跟老师谈工作，你要喝酒。这是老师给我点的。没关系，今天约你们来本来就不是为了谈工作的啊，聊呀聊得开心，是吗，李笑？云芝老师。怎么样？好冲！刚才没有讲完呢，就是关于您新书里那个幸福塔。这个地方我很久没去了，也许它改名字了。我们换个话题好吗？啊。我以前的作品你看过吗？说实话，云芝老师，这次是我第一次拜读你的作品。但是我之前在瑞莎当助理的时候，有针对您做过一些工作。您的那篇专访我是有参与的。瑞莎的专访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就是拍摄的过程我没有参与，但是我前期有帮编辑去收集一些资料。就是这个成片出来之后吧，我觉得您应该再搭配一些色彩饱和度高一点的饰品，可能会更凸显您的气质。想想还是挺可惜的。小姑娘真是厉害啊！那天我穿着什么衣服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就这么跟您说吧，云芝老师，在校对方面呢，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，但是在时尚搭配方面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师。好，那么以后我出去活动，我要穿着搭配，我得向你好好讨教讨教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因为我10几年前看第一本瑞莎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200、300本瑞莎杂志，所有的内容我都如数家珍。但凡您告诉我这篇专访的主题是什么，我绝对搭配给您特别的整体。我一定从您的妆发、服装、饰品，包括道具，我都给您搭配出来，就是让整体造型特别和谐，然后又凸显您的气质。我们就把之前那个可惜遗憾的地方给它弥补掉。您得相信我。再来一杯。哎，李笑和我信息了啊？说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就发了个照片。哎，他们都干嘛呢？喝酒。不愧是李笑啊，什么人都搞得定。我可提醒你啊，别太得意忘形。你要云芝老师今天有时间、心情好，跟你多聊了几句，你以后千万别有事没事去骚扰人家。还有那个合影，千万别在朋友圈乱发，听到没有？他行事很低调的，别给我找麻烦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
刚刚给云芝老师注册微信的时候呢，你那个眼神我全看见了，想加人家好友，但是人家把你给忘了，心里不好受。我跟云芝老师认识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加微信，加不加微信，对我跟他的关系根本没有任何影响，好吗？好，没有影响。反正我是他第一个好友。作为朋友呢，以后云芝老师有什么事，我肯定是有求必应的。反正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，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哎呀，不过说实话哈，我还真没想到云芝老师都这个年代了，居然不用这种通讯软件。云芝老师人家是不会用吗？不想用好不好？人家是怕这些通讯软件影响生活、影响创作，不会用。那也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啊！你看见了，刚刚注册完微信之后，我找到他那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，你看他有多高兴没？你现在想想，你提的那些校对意见啊，什么主人公买单的时候没有钱，为什么要向朋友求助，而不是用手机支付？这都是什么呀？可笑！我说的没有问题啊，他那个段落写的就是2个现代的年轻人，又不是写他自己。行，我不跟你争啊，不跟你争。什么叫跟我争啊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这又不是写他的自传，他之前都说了，故事和人物这他都是杜撰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了行吗？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？我没有让你不安静，我这是在跟你据理力争啊！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是不对的。我说都是对的。你别影响我开车啊，有生命危险啊！我告诉你。就嫉妒。这绝对不行，这一教二教怎么能由同一个人来完成呢？你是领导，那校对课的制度你是非常清楚的，这是对稿件不负责任，也是对作者不负责任吗？呀，规矩我当然清楚，可是我没办法呀。李校是云芝老师指定要去的。作家那是昏了头了，那你不能提醒他吗？同一个人来完成2项，那是不可能客观和准确的呀。我问你，如果到时候出了问题，谁承担？不是，别那么紧张行不行啊？啊，你看看李笑，能取得云芝老师的信任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校对的积极性那么高，不正是你我期待的呀？对呀，这幸福塔怎么没改呀？梁子哥，你说云芝老师是不是给遗漏了？我劝你别那么好奇，云芝老师也许故意那样设定的。不合理呀，这通篇都是真实的地名，就这一个是虚构的。李笑，这2教你还是给我吧，这么难啃的骨头你啃到这个地步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梁子哥，你怎么对这云秀芳这么惦记啊？云芝啊，这是云芝老师的书啊，万一哪天他一冲动来见2舅呢？什么叫冲动？梁子哥，我说你跟一个小姑娘抢什么抢啊？不就一个2教吗？我觉得他挺聪明的，应该没问题，对吧？这跟聪不聪明没关系啊，这是规矩，前辈传来规矩，这2教必须得换人，必须得换。你对我凶什么凶啊？你有本事找主任去啊！如果主任把这个2教给你，我明天股票跌停，敢不敢跟我赌？别跟人瞎起哄。主任，主任，哎，我这2本结束了啊，要不我跟李笑交接一下，云芝老师的2教啊，结束了啊，挺好，正好这个磊阳的无足之志一改刚结束，2校就拜托你了，来，速度啊！梁子哥，无足之志借我看一眼没？看一眼。这2教捏着。我不争，我就看一眼。什么都没改啊！白跟他说这么多了。
梁子哥，这块硬骨头呢，还是给你啃了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给你。梁子哥，梁子哥，这样的话，我股票是不是要涨停啊？该干嘛干嘛。小伙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家的面这方圆5公里绝了。哎呦，八姑，休息天你这么早起来吗？约会去吧。什么约会？工作。工作。哦。谢啦。哎，我的吃饭团。个小强盗。悄无声息的是你，像阳光温暖来袭，不知不觉满溢心底，是我粉红色的秘密。我看见在你眼里，是微笑着的自己。你就是谜底，淡像水晶，清澈透明。慈云路是一条贯穿整个小镇的青石板路，曲折蜿蜒。每到秋天，这条小路上就弥漫着桂花的清香。在路边的小店，趁热吃上一块黏糯的桂花糕，是件极惬意的美事。将这慈云路分成东西两段的，就是养育了这座小镇一代代孩子们的秀水湖。湖上架着一座石拱桥，站在桥上向东看，逆光下幸福塔的剪影清晰可见。而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座古朴宁静的小镇上。姑娘，来碗豆花吧。好啊。老板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那个是叫幸福塔吗？哦，那不叫幸福塔，那叫三圣塔。三圣塔？对。哦，那附近有没有一个叫幸福塔的地方？我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也没听说什么幸福塔呀。我们这云秀帮啊，就这一座塔，多一座都没有。我给你盛豆花啊，谢谢。给，谢谢。再有醋和辣椒，谢谢。再来，很好。莫姐，身子条件还真不错。更多的引诱的神情、眼神，好的。再来些引诱，很好。神情，动作再大一点，有更多。我有点紧张。更多。我觉得我跟小曼那个模特的差距太大了。你不用管他，你做你自己就行了，放轻松，别紧张，我相信你的。好的，换下一组吧。周子墨。好，赶紧上吧。好。不
不是，你就准备这么拍吗？放松，放松一点。好，先坐下。来看镜，不是，再放松一点，太紧了你，放松。来，给我个侧面吧，来吧，侧面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身体侧过去，脸朝我。哦，啊。这样，你把手搁在旁边桌子上，好，手托一下下巴，试试看，我们来撑着下巴，来，看回我，不是，我让你是假装托一下，搭住下巴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再试一下啊，好，来微笑一点，好。夏凡，你过来一下。不是夏凡，你这模特太僵硬了，这样我实在没法拍。明白。笑容，你看到他的笑脸吗？他不是在笑给我看，他笑给他妈在看吧？对不起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辛苦您了。我调整一下他的状态。对不起，周子墨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来一下。对不起，辛苦了。夏凡，你来一下。上一次的拍摄，周子墨就表现得很一般，这一次你又终止。你知道重拍一次，我们的成本要涨多少吗？离选拔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。你的 model 怎么还是这样？你看看人家小莫的 model， 已经表现得很好了。阿曼娜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。让周子墨重新准备，再拍一次。如果他再表现不好，那他就不用再参加专属 model 的选拔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明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想看什么自己慢慢看啊。哎，你这素汐书房这么有年代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进博物馆了呢。哎呦，都这么说。这里呀，原先是个藏书楼，老祖宗留下的。我把它呀稍加改建，就当是一个营生了。这里的古书啊，你可以随便看，但是不卖啊。你需要什么你就慢慢找吧。好嘞，谢谢。老板，哎，这照片上的是云芷老师吧？哟，这你都看得出啊？这是好久以前的照片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好帅啊！这是他一家三口吗？啊，这是他妻子和儿子。那个时候啊，云芷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出名呢。老板，您应该跟云芷老师很熟吧？不然他书里经常提起您这个书法。错吧？谢谢。有吗？有。他的书我都看过，没有印象。我给您念一段啊。
来喝茶啊。小镇上最大的院子就是石拱桥的北头，对于他来说，不仅是院子大，更重要的，里面有这个小镇最大的书房——素溪书房。一踏入书房，吱呀的木板声最先欢迎你，接着就是扑鼻的书香、木香、茶香。你读的这是？这个是云芝老师的新书，还没有出版的。我是这本新书的校对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嗯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他还能记着这小破书房10几年前的事啊！老板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事儿，就是在书中他提到了一个叫幸福塔的地方。我来到小镇之后咨询了特别多人，他们都没听过，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儿？幸福塔，的确没有啊。但当年这里倒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啊。是吗？那您能不能跟我讲讲他当年的故事啊？他们家呢是90几年搬过来的。其实这是他妻子的老家，我们很小就认识。他在药房谋了个会计的工作，谢谢。而云直一直坚持在写作。起初他有些不适应，一个年轻的作家被柴米油盐搞得手忙脚乱，而我这里反倒是让他最舒服的地方。每天早上，只要看他上了桥，我就沏好茶等他来报道。谢谢。我们那会儿谈天说地，什么都聊，聊累了，他就坐到他那专属的位置上，看书写作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概念。直到他儿子跑来闹，他才肯停下来。说实话呀，他一大早买的那些新鲜菜，到他妻子手里的时候，早就蔫儿了。那会儿看着他们一家3口，生活虽然过得拮据，但我心里呀，还是挺羡慕的。你看看，我还留着这个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他给他儿子开的书单。受他的影响，他的儿子也喜欢文学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还很受用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书搜集齐，就搁在柜子的最上边一排。每一次女儿放假回来，要是没事儿啊，我都会让她去看一看。云芝老师太有心了，那他后来为什么又搬走了呀？这生活有时候让人很无奈啊。他的妻子患了重病，没几年就去世了。那段时间，云直一直都很消沉。后来听说他把他的儿子送到上海去念书了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四处去采风写作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后来啊，看他的小说一步一步的出版，名气也越来越大了。我知道，他现在真的过得很不错。这么多年，云芝老师一次都没有回来过。可以理解，人嘛，有几个愿意去面对自己痛苦的过去呢？来，尝尝我们文学编辑部的咖啡，绝对比你瑞莎的要好。这个是我给你亲自煮的，古巴的豆子。茶点开吗？特别好，夏凡，你找到了未来的超模，恭喜你！能不开玩笑吗？你说说你，当初非要找他当你模特，还求了我半天，说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可这才几天呀，啊，你就要人家马上变成一个成熟、性感、专业的模特，你说，这是你有问题，还是人家有问题？
如果你真觉得他不行，你要我说，干脆趁早。来不及了。我们主编特别欣赏他，换不了。如果要换，带着我的辞呈一起。不至于吧？就为一个模特儿。吴宇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独特的气质特别的打动我。当了模特之后，什么气质都没有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个简单，你呀，就像对待小狗那样对待就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一方面，你要更加严格的训练它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你还得给它喂糖吃。只要你做到这2点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小狗，都能被你训得服服帖帖的。能行吗？绝对能行。他才多大呀？他还是个小孩儿。夏凡，你知不知道小鲜肉跟大叔的区别？小鲜肉大部分都是花瓶，只有大叔才是靠谱的、稳重的。所以对待这2种人，方法是……我在严肃的跟你谈工作，这关系到我以后的生计。我也是在严肃的给你建议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谢谢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！你看你太紧绷了，要是像你这样，你模特状态也绝对好不了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块儿约个晚饭。不行，我要训练我的小狗。林真老师，林真老师，您是不是在看我给您发的照片呢？只要是您书里提到的，我全部都去拍照片了。啊，那个小镇真的是太美了，要不是着急回来跟您见面，我还真想在那儿多住几天。你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我是去考证那个幸福塔的，因为我当时咨询了好多人，包括素汐书坊的店长。这么多年，那个店长一直都特别惦记您，他把您给儿子开的书单啊，还有您的家庭合影都挂在墙上，能看出来他特别以您为荣。我们在那儿还聊了下当时您的生活，包括您的家人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您之前不也说很多年没有回去过吗？我真觉得您抽时间可以回去看看，因为那小镇真的太美了。现在。哦，我去考察那个幸福塔，其实它的本名是叫三圣塔，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换过称呼的。云芝老师，您应该是记错了。关于这个幸福塔，我是不会做修改的。为什么？在我的书里，它就叫幸福塔。不行，如果其他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话，这样是不合理的，因为读者他会混淆的，他甚至都有可能以为是我们校对出了问题。如果你非要探个究竟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故意的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故意啊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云芝老师，您能不能在书里就是加一段文字，试着去跟读者解释一下，叫幸福塔背后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？没这个必要。我的故事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。你可以走了。
你好，不知名的文字考证专家。关于你上次提到的模特朋友，你已经是第2次提起他了。是你的男朋友吗？很高兴他能喜欢我的书。他应该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你的衣教已经收到，十分感谢。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。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校对。你只要把它当成小狗那样就行。一方面要更加严格的训练它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你还得给它喂糖吃。只要你做到这2点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小狗，都能被你训得服服帖帖。磊阳你好，我觉得你这次聊的有些涉及隐私了。吴玉给我你的邮箱，主要是为了方便工作交流，所以以后我们只聊工作。之前和你提到我的模特朋友，也只是为了举例说明而已。我现在正在校对著名作家云芷老师的书。云芷老师作为文行，小说内容浅显易懂，又有很好的代入感，看完之后能让人心灵感到慰藉。相比较之下，作为文学界的新人，我个人觉得你书中词藻的堆砌过于炫技，太矫情也太自我。书最重要的是内容，而不是你情感宣泄的工具。你在干嘛？我晚饭煮了馄饨，你吃吗？啊？想吃就干点活，盛出来。好。你干嘛？汤里切点葱花进去。哦。你在干嘛？接着切啊。哦。想吃鸡蛋啊？那换过来啊。夏凡，我今天拍照拍成那样，你不但没说我，还给我煮馄饨。你想干什么？想把我赶出去吗？想什么呢？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吗？不，我只有在镜头前面我才会紧张，所以可能我不太适合当模特吧。谁说的？
你看，这个就是我刚才拍的，状态很放松，很帅。但你这是偷拍。那你就把每次拍摄都当成偷拍啊。但那是因为我跟你比较熟。你就说今天那个摄影师，他呢，一会儿让我往左转，一会儿呢又让我往右转，又让我抬头挺胸，面带微笑。他这么一直叨叨，换成是你，你能不紧张吗？明白，你这是经验不足，但这个不能怪你，应该怪我。我们之前一直把训练的重心放在身材的管理上，把这点忽略了。你再看看人家小莫的模特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他的 pose 呀、姿势啊就没有重样过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确实不如他。你也可以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你可以。1、2、3。如果手不放在脸上呢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试试拉拉衣服。10。现在我需要你快一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肩膀。7、8、9、10。再连贯一些。准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现在我需要你的表情和眼神。准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挥手告别，我们昨日只能和青涩分不时。那一刻，看着梦想闪耀七彩。下班可以啊，就一晚上时间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周子墨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啊！他昨天只是状态不好，其实他很优秀。接下来的我来看。谢谢。这子墨很好，今天表现非常棒啊！我们继续啊！人群很多的，多点，非常好，很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动作再大一点，非常好。笑。我真不明白，他到底干了些什么？啊！于英之老师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要从我们这儿撤稿，说不跟我们合作。啊？又来这套是吧？装糊涂！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明确跟我说，具体原因让我来找你，李笑。人家这是女孩，能凶干嘛？闭嘴！来，说说吧，你干了些什么？说话！我就是去了趟书里写的小镇，考证了一下幸福塔，了解了一下他们的生活。幸福塔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的生活要你来了解。我一个责任编辑在这儿，你有什么不明白，你可以来问我。你知不知道，
云芝老师不跟我们东凡合作，整个出版社有多大的损失？哎呀，我不也是为了让这次校对更完美一点，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吗？你现在连遗憾的机会都没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让云芝老师跟我们合作，我花了多少的心血？现在因为你全毁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有没有智商，有没有情商，能不能为人处事？你以为跟别人喝了点酒，留了个微信，拍了几张合影，你就可以上天了是吧？你忘了你的本职工作，你就是一个校对，校对。别给我来这个表情！收拾东西，走人！哎，吴玉，吴玉，吴玉，什么情况？吴玉，怒死你！吴玉！自己想，该怎么办？